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日，星期天。这两天啊，我们这边下雨啊，所以呢，就地上到现在还是湿的。今天天气不错啊，所以到外面来散散步，运动一下啊。因为我现在急需加强运动，我最近这个腰啊又开始疼痛了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年龄慢慢上去了？这里痛那里痛的啊，这种就各种不好了。但我想想呢，我看到啊，这个每天早晨很多啊，他们跑来跑步啊，一些年轻的或者中年人都有啊，运动。我觉得我们还是缺乏运动啊，所以我也打算就是多增加点运动。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想聊一下美股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这个美股呢，大家都担心，觉得美股会不会要暴跌，尤其是巴菲特啊，最近呢，他呢有一个这个股东大会啊，然后他在股东大会上说啊，就是现在的股市啊像赌场，风险很高，他们呢就是手里呢还是拿了3900亿美元现金啊，觉得现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买的东西啊。那么这一番话呢，就被大家解读为啊，巴菲特认为美国股市要暴跌，并且呢，就是他觉得呢，现在的这种对 AI 的狂热，很像2000年的时候呢，对互联网时代的狂热。大家呢都觉得当时他预言了啊，2000年的时候会有泡沫，立刻没有下跌，但是市场后来过了1-2年吧，就开始暴跌，而且暴跌的是惨不忍睹啊，很多人就倾家荡产，就跳楼了啊。所以呢，我呢啊看到这个方面的，我觉得文章也好，还是视频内容也好很多。我今天呢就想聊聊我的分析，我的看法啊。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呢，巴菲特先生还有他的那个好伙伴，对吧？查理蒙格，他们呢对美国现任的总统川普啊，他们是不欣赏的，或者说在政治理念上各方面呢，他们是不认可川普的啊。因为在川普还没有当上美国总统，就他那个时候表达了想去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有媒体采访那个芒格还有巴菲特啊，那么他们也是直言不讳的啊。芒格可能说的更多一点，巴菲特没怎么说，只是在旁边就是附和了一下啊。反正就说不看好川普啊。那么这种我觉得到了他们90多岁，他们应该对美国的历史啊、美国的一个各种时代啊看的都很多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如果不看好这个川普当总统的话，那么投资美股其实就是投资美国的未来、美国的经济，是吧？他如果不看好，那么肯定是投资上会慎重的啊，就不会去大幅的加大投资，是吧？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呃，因为他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接班人啊，要接班。那么他之前啊成立这家公司，赚取了巨大无比的收益，对吧？啊，成了一代传奇。接班人也会有很大压力的啊。就像现在，如果你问我，你说如果这个接班人上台了，巴菲特不管这个公司了，未来我还看好这家公司吗？我肯定说不看好啊！我说我心里话，就是我不看好。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对吧？就像这一次
这一次巴菲特他不是站在像过去那样开这个股东大会，他不是站在那个最前面啊。这一次的董事会主要是由他的那个接班人来主持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控制率啊，就是他们在酒店里面嘛，就是很多位置都空在那儿，据说有一半是空着的啊。那过去的话，这个是你就抢都抢不到，对吧？都是订满的啊。所以呢，就外界对接班人的看法啊，也会导致。那么作为我觉得巴菲特自己呢，虽然他一直说啊，他说，我是就是看好的啊，我是支持的，并且他还拿那个乔布斯苹果公司这家事情呢来举例，是吧？他说乔布斯当年也是个传奇啊，然后他要把这个接班人给这个库克的时候呢，大家也是一片质疑，因为当时除了投资圈的人，没有人认识库克是谁，就没有名气嘛。但是库克啊，到了那么多年，苹果公司发展的那么好，对吧？并且他说，当年他们减持了10%的自己公司的股票，换成现金，去购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啊，这些年以来获得了7倍的收益啊。那么现在呢，他说库克也要退休了，对吧？啊，虽然啊这一系列的说法呢是这样，但是呢，从他传承给他的接班人呢，啊，我觉得他好像还是要把一个相对完整的这个他的商业帝国呢给他的接班人啊。意思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啊，就是我既然要传给你了，传给下一任了，那么作为我自己是一个传奇嘛，对吧？他肯定也很爱惜自己的名声嘛，那么我肯定就是尽量完整的啊，你看我给你多少钱，就这个账要清楚啊。那接下来如果搞不好，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反正我的一生啊永远是个传奇，对吧？啊，如果我现在给你，还是一会儿投资这个，一会儿投资那个，那搞不清楚，对吧？那以后万一搞得不好了，再说起来说，哎，你看我拿到手的时候，这个股票什么，这都不是我买的呀，这是以前巴菲特他们买的，是吧？啊，所以我觉得为了接班人，也为了自己的好，所以呢，他们选择更多的呢，就是把现金留着啊，给到下一任，这个我也是觉得是个很重要的理由，并且呢，接班人跟他的风格也不一样啊，因为巴菲特他的一生是不投资什么科技公司的，或者他说的就是他不懂的行业。那么接班人呢，接下来也在这一次股东大会上说了，他们也要走向新的领域啊，就意思说要投资更多的高科技公司啊，和过去会不一样，对吧？所以这完全其实理念上的这种转变，那么肯定就是你在接班的时候啊，拿到的现金是更好的事情，对吧？啊，那么还有呢，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巴菲特啊，他经历了整个美国这个股市啊，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几代了，对吧？如果一直是市场投资人都是像他这种风格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看不到谷歌，看不到 Facebook， 看不到亚马逊啊，也使用不了 AI 了，对吧？因为如果全是这种保守谨慎的风格，那么这个市场就很难取得进步啊。就那些科技公司，什么特斯拉什么都会很难存在，是吧？因为意味着风险很高嘛，是吧？所以呢，投资市场呢，虽然巴菲特他是个传奇，但这个市场不是他一个人的啊，这个市场还是很多元化的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在他的投资理念上来讲，市场是高度的具备风险，但是呢，理性的来看的话啊，就这个市场也是不断的在变化，在进步，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吧？
就像过去他的那个时代，市值最高的美国公司，不是现在的这些几家，就像现在的七巨头是吧？现在七巨头，在他那个时代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小的，对吧？那现在这个时代是科技股啊什么的，他们这个时代，所以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确实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欣赏巴菲特的这拒绝风险的投资理念，但确实这个时代是不一样了啊，包括未来会有更不一样的时代，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向未来看啊，这个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一定会有灾难到来啊，但是有一点也是我们要就是认可的，就是股市它永远不可能只涨不跌的，必然会有很大幅的下跌。这个不是说是 AI 什么引起的啊，或者说某一次战争引起的，或者说比如说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病毒啊，我觉得这些只是一些边缘性的理由，不是主导的这种趋势。趋势就是市场永远是有人要离开，有人要进来，对吧？那如果说市场永远上涨，那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也需要市场暴跌下跌啊，市场暴跌下跌，我们才能买到便宜的筹码，才能市场才能起牌，才能让更多就是说后来的参与者有机会。不然的话，那永远你进来，你就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啊，别人赚到了钱，你就是亏损的那一个，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要很理性的看待市场的下跌啊。那我的判断是，市场会不会下跌？我认为会下跌，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呢，下跌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应对的方案啊。那我的方案，我之前也其实分享过，就我永远有50%的现金，它是等待股灾的到来的啊。这个股灾的到来，我认为就是比如说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就像巴菲特说的，他的这个公司的股价下跌一半，或者指数下跌40%、50%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接近市场的尾声了。那么在这样的时刻呢，我会选择动用另外一部分现金，并且呢，就是只是现金，没有杠杆啊。这个是真正的市场暴跌的到来。那如果只是我认为有回撤，有什么？就像我上次说的，我觉得最近有回撤了，那么我就把手里的那些杠杆啊，我就全部都去掉，对吧？啊，我一毛杠杆都不留，纯粹就是现金，对吧？啊，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选择的方式，比如说他们就完全买的是这种蓝筹股啊，就不是科技股，他就买这种，比如说像 Visa 啊，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啊，或者一些非常稳定的啊有现金流的这种股票。那么即使市场下跌50%甚至70%，只要有涨回来的这一天，那么它呢就能够不但不亏钱，还能赚到钱，对吧？当然了，这个赚到钱可能就比较少啊，不会那么多，但是呢，这个就很稳，也省去了很多思考或者担心，是吧？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啊。那么相反的案例啊，我也要说一个，就我之前看到有啊，也是做股票赚了一辈子的钱，然后呢，他也是等待股市的下跌，就他之前从几万、几十万啊赚到几千万，然后上亿的资产，但是呢，股市下跌了，股市下跌了了30%、40%的时候呢，他就选择全仓买入啊，并且呢，他加上了杠杆啊，那么股市呢，结果下跌了70%，那么他的这个
杠杆呢就爆仓了。那个是在就是 COVID-19 啊，是在就前2年新冠疫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股市下跌的非常的快嘛，而且很暴力啊，他没有办法，因为那段时间的下跌，他想去就是说找点钱来补仓什么都没时间。那2天是垂直的很快的这种暴跌，对吧？就一下子就变得从亿万富翁一下变成了负资产了啊，就破产了。当然了，这个人最后也很惨啊，他就自杀了啊，他就选择离开了啊。其实这种事情很多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就时刻的就刺激着我啊，就告诉我不要去做这种风险很高的事情啊。所以呢，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我会保持着不用杠杆啊，就现在我是不会用任何杠杆的。第二点呢，就是我时刻会有一部分的现金啊，这个现金跟这个股市是隔离的，它是别的钱，只有在经历了这种暴跌的时候，我才会选择入场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市场里面，最可怕的并不是你赚不到钱，也并不是暴跌，而是贪心啊！就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这个钱是赚不完的啊！就像很多人做那个比特币啊，数字货币，其实很多人他们一开始买这个比特币的时候，他们都赚到钱了，因为以前比特币价格很低的啊，只有什么$10,000啊，或者几千美元一个。但是他们赚到钱了以后呢，他们很贪心啊，觉得这个杠杆，因为比特币那里面杠杆好像可以有150啊，反正就很高。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杠杆的操作啊，最后很多人都爆仓了。本来如果只是拥有这个比特币本身的话，其实他们都能够啊，说不上个个都成为亿万富翁吧，但起码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对吧？啊，所以也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贪心啊，因为我们可以慢慢的来，不需要着急，对吧？啊，好吧，那么今天这个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互动啊，谢谢。